你先摸一下自己的下巴，就是那块能张能合、能啃汉堡、能说话也能骂人的骨头。它原本不是用来吃东西的，它原本是你祖先脸上的一副呼吸支架，是一台封箱的骨头。大约4亿年前，它错了一次位，从此变成地球上最致命的武器。你再摸一下自己的耳朵，耳朵最深处藏着3块骨头，是你全身最小的3块。它们让你听得见交响乐，听得见爱人的耳语，也听得见闹钟。可在几亿年前，其中2块是别人的下巴，是专门用来咬碎东西的。你身上没有一块骨头是无辜的，你身上每一块骨头都是一次逃命留下来的疤。所以今天这一趟，我不打算给你讲蓝色星球的浪漫。你以为海是浪漫的，你以为放一段海浪声就叫亲近大自然，你以为闭上眼就能听见岁月静好。我要给你一个很扫兴的答案，你听到的那个声音不是风，那是一场打了4亿年到现在都还没打完的战争，留在空气里的回音。如果你真有本事穿越回去，回到那片所谓的生命摇篮，你会发现那不是摇篮，那是一间24小时不打烊的军火展厅，里面每一秒都有东西被撕开，每一秒都有东西在尖叫，只不过水会吃掉声音，你听不见而已。还有一件事，你从小到大很可能理解反了。课本告诉你，鱼类爬上陆地是因为它们有探索精神，是因为它们向往新世界。全错，他们不是探险家，他们是难民。他们是从一场持续了上亿年的大屠杀里连滚带爬逃出来的死刑犯。海里实在太恐怖了，恐怖到宁愿去啃一口又干又硬连口水都没有的烂泥地。你今天能坐在这里刷手机，不是因为你祖先勇敢，是因为你祖先当年被吓破了胆。这一集我要把这场战争从头打给你看，你会看到眼睛怎么被发明出来，恐惧怎么被发明出来，嘴怎么被发明出来，毒药怎么被发明出来。最后你会看到谁才是这场战争真正的冠军。故事的第一枪是在一个安静到让人发毛的地方打响的。你把时间往回拨，拨到大约5亿7千万年前，那个时代叫埃迪卡拉纪。如果你带着看动作片的心情跳下去，我劝你顺便带个枕头，因为那里什么都没发生，真的什么都没发生。海底铺着一层软趴趴的东西，像一块块被水泡发的地毯，像一床床摊平的棉被，也像有人把气球压扁了，摆得整整齐齐。它们没有嘴，没有眼睛，没有爪子，大多数连一个像样的头都没有。它们躺在那儿，靠体表慢慢吸收养分。这是一场彻底的、全体的、和平主义的素食自助餐。在那个世界里，暴力这2个字还没被发明出来，没有谁想吃你，因为没有谁长得出能吃你的零件。听起来很美好，对不对？听起来像伊甸园，可你要记住一件事，所有太舒服的日子都是有账要还的。这些躺平了几千万年的家伙，最后是怎么消失的？答案很难看，他们大概率是地球历史上第一批被吃到灭绝的物种。他们没有壳，没有刺，没有逃跑的本事，甚至连危险这个概念都不存在于那套简陋的身体里。当第一批长出嘴的东西游过来，他们连躲一下的念头都不会有。他们成了新世界的第一顿饭，一顿丰盛到不像话的开胃菜。第一个转折就这样来了，地球花了几千万年温柔的喂养生命，然后用一顿饭把这份温柔全部收了回去。真正把这个世界点着的是一件小事。大约5亿4千万年前，某个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名字的小东西，在某个平平无奇的早晨第一次看见了光。你别急着觉得这没什么，第一批眼睛不是随便凑几个感光细胞就算数的粗糙玩意。3叶虫的眼睛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光学革命。你猜他们用什么做镜片？不是软组织，不是胶质，是方解石，是石头。他们直接在自己脸上长出了石头做的晶状体。你可能觉得这挺土的，石头能有多好？物理学会告诉你，这个选择好到离谱。
方解石是一种双折射晶体，你拿一块方解石压在报纸上，你会看到底下的字变成2行重影，糊成一片。按这个道理，用它做镜片看到的世界应该全是鬼影。可三叶虫把问题解决了，它们把晶体的光轴精准地对准视线方向，双折射直接被抵消掉。更夸张的还在后面，有一类三叶虫进化出了双层透镜，上下2片镜片形状不同，中间那道交界面还是一个古怪的波浪形。这个结构干什么用？消除球面相差。我说个对照，你就明白了。17世纪，笛卡尔和惠更斯2个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脑袋，各自花了大半辈子才在纸上推导出消除球面相差需要的曲面。而一只脑子只有针尖大小的虫子，在4亿多年前就已经把这条公式刻在自己脸上了。这不是巧合，这是大自然对人类智商的一次公开羞辱。上帝说要有光，于是那座原本一片漆黑，大家全靠瞎摸的花园，一夜之间变成了狙击场。你要理解这一步有多致命，你试着想象一下，你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仓库里，周围全是跟你一样的瞎子，大家互相摸来摸去，谁也吃不掉谁。突然有一个人带上了夜视仪，这不叫优势，这叫屠杀。有了眼睛，你不用再靠运气撞上午餐，你可以挑，可以选，可以在3米外就锁定那个最胖最慢的倒霉蛋，然后直线冲过去。军备竞赛的发令枪就是这样想的。紧接着，这个世界收到了第2件礼物，一件你现在拼命想摆脱，但当年救过你祖宗一命的礼物——痛。在被追杀这件事出现之前，痛是多余的。你躺在那儿绿水吃泥，你痛什么？没人找你，你也不找别人。长一套痛觉系统纯属浪费能量。可现在不一样了，神经系统开始了一场看不见的军备竞赛，谁能更快感觉到痛，谁就能更早缩回去，谁能更早感觉到怕，谁就能在被咬到之前先动。恐惧不是缺陷，恐惧是最早的雷达。这个世界在那一刻变得残忍，而它开始变聪明的时刻，恰恰就是同一刻。你现在被上司骂一句，会心跳加速，会手心出汗，会想跑，那套反应不是软弱，那是5亿年前救过你祖宗的报警器，到今天还没关。现在让我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怪物请出来，它叫奇虾。我先替它抱个不平，给它起名字的那位古生物学家实在太缺乏想象力了。奇虾这2个字翻译过来就是奇怪的虾。这就好比你在东京湾发现了哥斯拉，然后给它起名叫大蜥蜴。奇虾是寒武纪海洋的顶端掠食者，身长通常在60厘米到1米之间。你听着可能觉得也就一个书包那么大，不吓人，但你要记住，体型这个东西是相对的。那个年代绝大多数邻居只有指甲盖大，很多连1厘米都不到，所以对当时的浮游生物来说，1米长的奇虾不是虾，那是一艘核动力航母，开进了幼儿园的游泳池。它的嘴也很讲道理，讲的是暴力的道理。它的嘴不是上下开合，而是一整圈，32块角质板围成一个圆环，像一台工业冲床的模具，也像一个装反了的绞肉口。这个环会一层一层往里收，只要你被吸进去，你唯一的结局就是被压成浆。嘴的前面还挂着一对带刺的大钳子，那对钳子长得像什么？像2把专门给烤架翻面的钢丝夹，只不过每一根钢丝上都长着倒钩。说起来也好笑，这家伙死得太碎了，碎到把人类科学界耍了整整80年。当年的科学家挖出它的零件，一件一件分开研究，然后各自得出了非常自信的结论。有人挖到那圈嘴，说这是一种新品种的水母；有人挖到那对带刺的钳子，说这是某种奇怪的虾的尾巴；有人挖到躯干，说这是一只大号海参。3个人，3篇论文，3个物种名，吵到面红耳赤。直到上世纪80年代，惠廷顿和布里格斯2位古生物学家终于把碎片拼到了一起。他们把水母塞进去当嘴，
把虾尾接到前面当钳子，把海参当身体，拼完之后全场安静。原来那是同一只怪物，人类花了80年才看清一只虫子的长相。这种混乱不是个例，那个年代的大自然像一个通宵没睡、精神亢奋的疯狂工程师，把零件随手往身上焊。比如有一种叫怪诞虫的小东西，背上全是尖刺，肚子下面全是细长的角。科学家第一次拿到化石，直接把它上下颠倒了。他们以为那排刺是脚，以为它踩着高跷在海底走路。这个错误挂了很多年。后来找到更完整的标本，大家才发现，人类不但把它上下搞反了，连头和尾都认错了方向。当奇虾这种东西在海里横着走，剩下的生物只剩2条路。第一条，跑得比它快。可当时大家连怎么控制方向都还没搞明白，游得快基本是幻想。那就只剩第2条路，把自己焊起来。于是在短短几百万年里，一片原本软趴趴的海洋突然全体开始长壳。生物学上管这个叫生物矿化。说人话就是大家学会了从海水里把钙抓出来敷在自己身上，三叶虫披上甲片，万足动物合上2扇门，各种叫不出名字的家伙纷纷背起盾牌。这是生命第一次学会把自己变成一件装备。这件事的后果比你想的大得多。造壳非常贵，要烧掉巨量的能量，还会让你变笨重、变慢。可跟被搅成肉浆比起来，笨重根本不算代价。而这种对防御的疯狂追求，最后改写的不只是生物史，还有地质史。你现在如果去爬山，随手捡起一块石灰岩，你手里拿的很可能不是普通石头，那是几亿年前无数条小命集体恐慌的遗物，是无数只被吓破胆的小东西为了保命一层一层堆出来的壳。整座山是一座恐惧堆出来的纪念碑。不过如果你以为把自己包起来就赢了，那还是太天真。因为战争很快进入了下一个版本，这次更新的关键词只有2个字：体型。道理很简单，你想撬开一个包了整套硬壳的罐头，光有一副好牙口是不够的，你还需要一张足够大的嘴和一具足够强的身体。于是接下来的岁月里，海洋迎来了一场彻底放飞的巨型化运动。大自然像是集体得了巨人症，把所有的图纸通通放大10倍。第一个登场的是一个把移动城堡这个概念做到极致的家伙，它叫防脚石，是鹦鹉螺和章鱼的远房长辈。但你千万别拿今天那种能钻进玻璃瓶还会拧开盖子的聪明八爪鱼去想象它。你要想象的是这样一个东西，一个巨大的笔直的像甜筒一样的锥形壳，长度可以超过6米，有些争议很大的标本被认为接近9米。6米什么概念？你在马路上找2辆家用轿车，头尾接起来还不够长。更有意思的是，它怎么动？它靠喷射推进，把海水吸进体腔，再从一根漏斗状的管子里猛地喷出去，靠反作用力往前冲。短距离爆发的时候，它确实快得吓人，像一枚被点着的鱼雷。但这套系统有一个非常滑稽的副作用，它大部分时间是倒着走的。一根9米长的巨型甜筒在漆黑的海里倒车冲刺，看不见自己要去哪儿，全靠感觉盲冲。我敢打赌，那个年代的海底一定经常回荡着一种沉闷的撞击声，那是某位霸主又一次一头撞在了礁石上。你可别以为他只是个笨手笨脚的盲开车司机，作为头足类的祖辈，他继承了这个家族最让人不安的特长——高智商。他很可能拥有当时海洋里最发达的神经系统和最复杂的眼睛，所以它不是一辆失控的巴士，它是一辆会预判、会计算、会埋伏的巴士。这个区别对被追的那一方来说是致命的。不过大自然从来不喜欢一家独大，有了重型坦克，就一定会安排一个更灵活、更阴险的对手。现在轮到节肢动物的高光时刻了，请允许我隆重介绍一位专门负责让所有怕虫子的人当场崩溃的选手。
板足米，俗称海蝎。如果你在海边翻石头，看到一只巴掌大的螃蟹，你顶多叫一声。但如果你看到的是耶克尔钎，你就不用叫了，你应该直接报警。这个东西体长可以到2.5米，比姚明还要高出一大截。你试着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半夜起床上厕所，摸黑走到客厅，随手把灯打开，然后你看到一只比你还高的虫子，正趴在你家鱼缸上面。它有一对像老虎钳一样的螯，每一根都跟你的小臂差不多粗。那种从脚底一路凉到头顶的绝望，就是当年海洋生物的日常。它是地球历史上出现过的最大的节肢动物。跟它一比，今天餐桌上那种能把手指夹出血的大鳌虾，可爱的像个毛绒玩具。它的战术跟防脚石完全不同，防脚石靠喷射推进，靠的是猛冲；海蝎靠的是身体两侧一排排像船桨一样的附肢，一下一下的画。这套配置给了它极佳的机动性，它可以在礁石缝里灵活穿插，可以像幽灵一样绕到你完全看不见的死角，然后从背后动手。所以那个时代的战争长这样，喷气式重型坦克对上滑桨式特种部队。说到这儿，你脑子里一定冒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虫子能长到2.5米，那为什么今天我在厨房看到的蟑螂只有3厘米？如果虫子真能统治世界，为什么现在它们只能躲在下水道里苟着？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答案又简单又让人不太舒服。因为节肢动物的呼吸系统实在太原始了，它们没有肺，也没有一套高效的血液循环去运养，它们靠的是气管和体表被动扩散，效率低就意味着身体大不了。可当年的海蝎手里握着2张作弊卡，第一张卡是海水浮力帮他扛住了自身的重量，他不需要像陆地上的昆虫那样天天担心自己会把自己压垮。第2张卡更关键，当时的海里还没有出现真正趁手的有河大鱼，整个海洋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对付得了它，有浮力托底，没有天敌管束，这就是一个完美开局。所以它可以毫无顾忌地把体型点满，一路长成怪物。而且它还不满足于只在水里称王，最早爬上滩涂在泥地上留下足迹的那批家伙里面就有它的亲戚。所以如果你是个穿越者，被海里的巨兽逼到崩溃，好不容易爬上岸想喘口气，你会发现一件更绝望的事，岸上也有几十厘米长的节肢动物已经在湿地里爬来爬去。殖民地扑到了水线之上，海里有鬼，岸上也有鬼，你没有路可以逃。讲了这么多神仙打架，现在我必须面对一件很伤自尊的事情。我们人类的直系祖先那批早期的脊椎动物，在这个时候是彻头彻尾的窝囊废。如果你真穿越回去想找找自己的老祖宗，我建议你带个放大镜，最好再带把铲子，因为当时的他们绝大多数都埋在海底的烂泥里，它们长得像一只被压扁的蝌蚪，头上顶着一块笨重的骨质头盾，身体只有几厘米长。最要命的一点是，它们没有下巴。你能想象没有下巴的生活吗？你不能咬，不能撕，不能对着这个残酷的世界表达一丁点愤怒。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嘴张成一个固定的洞，趴在泥里，把有机碎屑和微生物一起吸进去。你就是一台有生命的吸尘器。当海蝎在你头顶耀武扬威地划过去，你能做的只有把那副软弱无力的身体往泥里再埋深一点。不过这块看起来又蠢又重的头盾，其实藏着玄机。它不只是一块盾牌，它还是一个配重块。为了顶住这么沉的头，为了在水流里不翻车，这些小可怜被迫进化出更精细的神经系统去维持平衡。演化最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看起来最没希望的开局，往往在暗处偷偷攒着东西。它们体表上一无是处，可它们的身体内部正在悄悄打磨一件武器，一件比巨大体型更致命，比厚重盔甲更高效的终极杀戮工具。而这件武器的诞生，
居然跟吃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它的起点是一次为了呼吸而做的装修工程。为了吸进更多氧气，鱼类前端支撑咽部的几根骨头，也就是鳃弓，开始变得越来越粗壮，上面的肌肉也越来越发达。这样一来，它们就能更用力地把水泵进去。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条鱼趴在海底，认认真真的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两根骨头一开一合。突然，一只路过的小虾米倒霉正好卡在这两根骨头中间，那条鱼下意识的一夹，咔嚓！就在这一瞬间，鱼的脑子里大概闪过了一道从来没有过的念头：原来这玩意儿不只能吸水，原来这玩意儿还能夹碎东西，而且这个东西的口感比烂泥好太多了。就这样，一台原本用来呼吸的风箱，一夜之间变成了一把老虎钳，下巴诞生了。这个发现瞬间引爆了整片海洋。既然有了下巴，那些原本把自己包成罐头的方案立刻就显得单薄。因为海里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怪物，它不再满足于吸和吞，它终于学会了剪切和粉碎。这场技术革命捧出了泥盆纪的超级巨星，也是我个人潜水时最不想遇到的东西——邓氏鱼。要给脾气暴躁这4个字找一个代言人，他当之无愧。这条鱼身长大概6米，头部和前半身包着厚重的骨甲，你可以把它想成一辆长满油污、心情极度恶劣的装甲车，只不过这辆装甲车会游泳。但它身上最让我毛骨悚然的不是甲，是嘴，因为邓氏鱼没有牙齿。你没听错，一个顶级掠食者居然没有牙。他选了一条更极端的路线，他把自己头甲的边缘直接开了封，磨成4块巨大的骨刃。这就好比一个骑士放弃了佩剑，直接把铠甲的边缘磨成刀口。这套设计有一个可怕的好处，上下2块骨板每一次咬合都会互相摩擦，也就是说，它咬得越多，刀口就越锋利。它这辈子不用磨刀，吃饭就是磨刀。它的杀招还不止于此。研究显示，它的头骨和下颌之间有一套4连杆结构。当它猛地抬头，张开大嘴，整个动作可以在几十毫秒内完成。这个速度会在口腔里瞬间制造出一个巨大的低压区。什么意思？意思是，不管你是3叶虫还是包着壳的菊石，都会被那股吸力硬生生扯到它嘴边。你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你只是被吸过去，然后咔嚓一声变成2截。你甚至不用担心会不会流血，因为流血是需要时间的。不过这个暴脾气也有毛病，它太贪，吃的又太粗，因为没有真正的牙齿去研磨，它只能把大块大块带骨头的肉整个吞下去。化石记录里保留了一个很有画面感的细节，这种海洋霸主经常会像猫吐毛球一样，把消化不掉的骨头和壳的碎片重新反刍出来吐掉。听起来很不体面，可这一点恰恰证明了它有多高效。它吃的实在太快，快到连自己的消化系统都跟不上。就在邓氏鱼这种重型坦克统治海洋的同时，大自然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悄悄搞了一个关于轻量化的实验。这批新选手是早期的鲨鱼，他们在当时毫不起眼，就是个配角。但这个家族做了一个非常激进的决定，不要硬骨头，他们用软骨代替硬骨，扔掉沉重的甲片，换来了轻便和续航。这就好比把一辆重型坦克拆掉装甲，重造成一辆碳纤维的赛车。防御力当然是下降了，可机动性和耐力得到了质的飞跃。邓氏鱼当年大概看不起这些软趴趴的东西，可几千万年之后，事实给出了答案。在一场以1年为单位的马拉松里，穿跑鞋的那批慢慢把披着钢板的那批耗死了。今天海里还有鲨鱼、邓氏鱼，只剩化石。然而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并不是所有人都想参赛。有一小撮家伙是被彻底吓破胆的，那就是我们的直系祖先。那些肉鳍鱼，你身处一个满是绞肉机的水体，周围全是长着刀片的疯子，你会怎么办？你会去练肌肉吗？不会，你的本能反应一定是逃。而聪明的
或者说被逼到无路可走的那一批，发现了一件事：只要往浅水里跑，跑到那些连邓氏鱼都游不进去的沼泽和滩涂，它们就安全了。可是安全是有代价的。那些浅水泥塘里堆满了倒下的植物，水又浅又热，氧气少得可怜。为了在那种地方活下去，它们的 bio 开始承担起换气的功能，慢慢演化成肺。为了在浅水的烂泥和枝杈之间挪动，它们鳍里的骨头开始变粗变结实，长出了类似手腕和肘部的关节。而这就是整个故事里最妙的一笔。四肢不是为了走路而发明的，四肢是为了在烂泥里推自己一把而发明的。正是因为邓氏鱼在深水里太可怕，我们的祖先才被赶到岸边，才被迫长出了腿。所以下次你在办公室被折磨到崩溃，很想辞职逃走的时候，你不用觉得羞愧，你只是在延续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传统。你的祖先当年就是靠逃跑，逃出了一整套四肢。就这样，海里的巨兽继续厮杀，我们的祖先在岸边晒太阳，一切看起来都挺好，繁荣、热闹、欣欣向荣。可你如果肯静下心来听，你会发现，在这片嘈杂的背景音底下，有一种非常不安的杂音，正在一点一点逼近。所有人都忙着升级装备，所有人都忙着变得更大、更强，却没有人回头看一眼那个最基本也最致命的问题：这场竞赛是要烧氧气的。海水的颜色开始变了，空气里开始飘着一股淡淡的、类似臭鸡蛋的味道。地球历史上最彻底、最恐怖的一场谋杀，已经无声无息地拉开了帷幕。我们把时间拨到大约2亿5200万年前，二叠纪的末尾，你会看到一件极其反常的事：战争停了，那些咔嚓作响的巨河，那些把头甲磨成刀的怪鱼，那些为了活命疯狂堆装备的选手，全部安静下来，整片海洋一片死寂。而这场谋杀的凶手不是某种更厉害的怪物，凶手是地球自己。事情要从很远的地方说起，在今天的西伯利亚，一场超级火山喷发开始了。这个词你可能听腻了，但请你先把新闻里那种冒着小股白烟的观光火山从脑子里删掉。这是一场持续了数十万年的地质灾难。喷出来的熔岩量大到足以把整个美国的国土淹到几百米深，跟着熔岩一起冲上天的是以万亿吨计的二氧化碳，还有大量的硫化物。接下来的连锁反应是教科书级别的，整个地球瞬间被塞进了一个巨大的塑料袋，全球气温像坐火箭一样往上蹿，原本靠温差驱动的洋流开始停摆，大海变成一潭死水。而当海水不再流动，氧气就送不到深处去，那些靠氧气生活的细菌开始成篇死亡，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完全不需要氧气，专门啃硫酸盐过日子的厌氧菌。这批新住户在进食的过程中会释放出海量的硫化氢。硫化氢是什么味道？你其实很熟悉，就是你路过一个很久没清理的下水道，会忍不住立刻捂鼻子的那股臭鸡蛋味。现在你把这股味道放大到覆盖整个星球的海面，那片原本清澈湛蓝的海洋变成了一锅冒着气泡、浑浊发白、臭到让人窒息的毒汤。陆地上也没好到哪里去，植物被酸雨和高温成片烧死，根系一死，土壤就锁不住了。暴雨把大量泥沙和腐烂的有机质一起冲进海里，进一步加剧了缺氧。整个过程就像地球一边把自己闷死，一边还不停往自己嘴里灌毒药。而最让人绝望的是，这场灾难一点也不痛快。它不是电影里那种一炸就完的场面，它是一场持续了数万年的极其漫长的窒息。对当时的任何一只生物来说，它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正在经历大灭绝。它只会觉得夏天一年比一年更难熬，能吃的东西一年比一年更少，每一次呼吸都像有火在肺里烧。这场灾难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里。你可能会问，那些装备最好的顶级掠食者呢？
他们凭本事称霸了几千万年，总该能撑住吧？答案是，他们死得最快。在窒息面前，你的强大就是你的原罪。你可以想象一场毒气泄漏事故，跑得最快的往往不是穿着全套重甲的骑士，而是穿着背心短裤、瘦得皮包骨的农民。因为骑士太贵了，为了维持巨大的体型和厚重的装甲，那些庞然大物每一秒都要消耗海量的氧气。他们就像一排排耗油惊人的超级跑车，只要加油站断供一天，他们立刻趴窝。他们根本不需要被谁杀死，他们只是缺氧到眼前发黑，然后一个器官接一个器官的停止运转，诸神的黄昏就这样降临。就一点的说法说，海洋物种损失超过90%，近些年更谨慎的估算把这个数字修到了80%上下。陆地脊椎动物大约走掉了70%。不管你信哪个数字，结论都一样。那些统治了几亿年的老牌贵族，一个都没能挺过来。那么谁活下来了？如果你翻开那份幸存者名单，你会发现上面写满的全是当年最不起眼的小角色。他们个头小，不需要太多氧气，他们不挑食腐烂发臭的东西，照吃不误。他们最大的本事就一个字：熬。这件事还留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后遗症，科学家管它叫小人国效应。在灾后那几百万年的化石记录里，几乎所有动物都突然缩水了，因为在一个资源枯竭、氧气稀薄的世界里，长得太大，等于自己给自己签死刑。海里空了，而空出来的位置从来不会空太久。就在这个时候，岸上的一批家伙动了心思。你还记得那批当年被吓得逃上陆地的难民吗？他们的后代，那些爬行动物本来在陆地上过得挺好，可灾后的陆地也是炼狱，气温高到离谱，放眼望去全是沙漠。为了避开那种要命的高温，一部分爬行动物开始试探性地往海边挪。一开始只是去凉快一下，泡泡脚，在浅水里打个滚。可泡着泡着，他们抬头一看，愣住了。这片海居然是空的，没有邓氏鱼，没有巨型海蝎，那些曾经把他们祖先吓得屁滚尿流的东西一个都不在了，剩下的只有满地的贝壳和鱼虾。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整片海洋此刻就像一家完全没有保安看守的巨型超市，而且门还是开着的。于是生物学史上最荒诞的一幕发生了，这批好不容易才爬上岸的家伙掉头回去了。这件事的荒诞程度大概等于一个人从沉船里死里逃生，游到一半突然停下来说，我觉得还是船上比较舒服。科学家管这个叫逆向移民，而他们这一去就再也没有真正回来过。不过在讲这批复仇者之前，我得先介绍一下当时海里的原住民菊石。你要是不了解菊石，你就没办法理解中生代的海洋。因为对那些新来的掠食者来说，菊石简直就是大自然提前摆好的一整柜薯片。菊石的壳是那个时代最精致的工业设计，它呈现出完美的对数螺线，数学家看了会着迷。而壳内那些复杂的缝合线看起来像蕾丝花边，可那不是为了好看，那是一种结构工程学。复杂的褶皱能把水压均匀地分散开，让壳扛得住深水的压强。壳里面还分成一格一格的气室，它可以调节气室里气体和液体的比例，控制自己上浮下沉。说白了，菊石就是一艘天然长出来的潜艇。但这就是演化最残酷也最有诗意的地方。你花了几百万年把防御点满，进化出一个数学上近乎完美的壳，然后你的天敌只用了一个很朴素的办法，进化出一把开罐器。中生代的化石里，我们经常能在菊石壳上看到清清楚楚的齿痕，有些痕迹整齐的吓人，像是有人拿着工具沿着壳口一路撬开的。那些精妙的数学在一副合适的牙口面前只是包装。第一个隆重登场的复仇者是鱼龙，
你如果第一次看到鱼龙的骨架，第一反应大概是想报警，因为它长得实在太像海豚了，一样的流线型身体，一样的背鳍，一样的新月形尾巴。可你要记住，鱼龙是爬行动物，跟恐龙是亲戚；海豚是哺乳动物，跟你是亲戚。这两个物种在演化树上隔着108000里，中间还夹着上亿年的时间。这个现象叫趋同演化，它揭示了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真相：物理学是生物学的暴君。大自然表面上创意无穷，可在流体力学面前，它一点选择权都没有。如果你想在水里游得快，如果你想把阻力压到最低，那么标准答案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就是那个纺锤形的身体。不管你原来是鱼，是爬行动物，还是哺乳动物，只要你想在海里飙车，你最后都得长成那个样子。大自然在不同的时代，用完全不同的零件，一遍又一遍地拼出了同一台机器。不过鱼龙有一样东西是海豚比不了的，它拥有整个动物界最大的眼睛。有些种类的眼球直径可以超过25厘米，比一个足球还大。为什么要这么大？因为它要潜进几百米深的黑暗里，去追那些会发光的猎物。在那种连一丝阳光都到不了的地方，谁的眼睛更大，谁就能先看见晚餐。而更关键的一步是繁殖。鱼龙的化石里保留过正在分娩的场景，小鱼龙是尾巴先出来的，这一点跟今天的海豚一模一样，为的是防止幼崽在产道里被淹死。他们点亮了胎生这项科技，从那一刻起，他们和陆地之间的最后一根线断了。当然，大自然偶尔也会交出一些完全不讲道理的作业，比如蛇颈龙。按流体力学的规矩，这东西根本不该存在。它有一个像海龟一样宽扁的身体，四肢巨大的桨状鳍，然后配上一根荒唐的长得像水管一样的脖子。那根脖子在流体力学上是一场噩梦，纯粹的阻力。如果说鱼龙是一辆跑车，那蛇颈龙就是一辆拖着长梯的工程车。可它偏偏活得很好，为什么？因为它玩的不是追逐，是暗杀。它笨重的身体可以远远地停在鱼群外面，然后只把那根细长的脖子像一条蛇一样悄悄伸进鱼群中间。等鱼群反应过来，它的头已经在里面了。它把阻力换成了隐蔽。不过这些都还不是终点。到了白垩纪晚期，海洋终于迎来了它真正的版本之子苍龙。这个故事读起来像一本爽文。它的祖先是一种小得可怜的东西，有点像今天的科莫多巨蜥，只能在海岸边的石头上晒太阳，运气好才捞得到1-2条鱼。可在短短几百万年之内，也就是地质时间里的一个周末，它从1米长的小角色一路膨胀成了体长10几米的深海巨兽。而且它很可能不是那种冷冰冰慢吞吞的爬虫。不少研究认为苍龙的代谢水平相当高，体内烧着一团火，它的嘴里还藏着一手阴招。除了上下2排牙，它的上颚内侧还长着第2排牙，向后倒钩。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一旦被咬住，你唯一能移动的方向就是它的喉咙。它的菜单几乎没有限制，菊石是零食，海龟是脆饼干，鱼龙和其他小1号的海生爬行动物才是正餐。爬行动物这一次不只征服了陆地，还把海洋一起拿下了。那场盛宴看起来永远不会结束。不过每当我说出不过这2个字，你就该知道要出事了。终结他们的不是更厉害的怪物，也不是气候，是一块从天上掉下来的石头。大约6600万年前的一个清晨，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砸在了今天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上。撞击本身很惨，可真正的杀手是随后的漫长黑暗。遮天蔽日的尘埃挡住了阳光，海里的浮游植物最先死光，然后是靠吃浮游植物为生的小家伙，最后才轮到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巨兽。
这是一场从最底下开始抽积木的连锁反应。不管你是拥有完美流线型的鱼龙，还是嘴里塞满倒钩牙的苍龙，还是把壳做成艺术品的菊石，全都倒在了同一场黑暗里。海洋又一次被清空了，可空缺永远只是暂时的。当烟尘终于散尽，当阳光重新照在一片死寂的海面上，一批新的幸存者小心翼翼地把脑袋探了出来。他们浑身长毛，体温稳定，个头不大。他们望着那片空空如也的海洋，心底里浮现出一个念头，一个非常熟悉，同时也非常危险的念头。既然海里的恶霸又死光了，那这一次是不是该轮到我们了？把目光放到大约5000万年前的巴基斯坦，那时候那里是特提斯海的海岸线，你会看到一只毛茸茸的4条腿走路的动物站在水边，它有点像狼，有点像狐狸。如果你没看清，你可能会以为那只是一条营养过剩的流浪狗。它叫巴基鲸，它有一个很奇怪的癖好，它不太爱在陆地上抓兔子，它特别喜欢跳进水里抓鱼。如果当时有个古生物学家路过，他一定会把这一幕记下来，报名参加银河系年度迷惑行为大赏。因为他的祖先为了爬上岸，花了3亿年时间进化出肺，进化出4肢，被追杀，被烤干，被闷死，好不容易才站稳脚跟。结果他站在海边看了一会儿，觉得水里好像还挺舒服的，然后就下去了。这是演化史上最华丽也最让人费解的一次急转弯。当然，这个转身不是一步到位的。在巴基鲸下水之后的几百万年里，鲸的祖先们经历了一段非常尴尬的时期。比如游走鲸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霸气，意思是会走路的鲸，可它的实际形象是一只加长版的鳄鱼配上一双短腿。在陆地上，它的腿太短，只能笨拙地拖着肚子挪。回到水里，它又还没长出有力的尾鳍，游得也不快。你想象一下那个过渡阶段，一直跑50米就喘，多游2米就要沉底的怪东西。要是我，大概会羞愧到不想出门。但大自然的厉害之处，恰恰就在于耐心。经过漫长的岁月，那条沉重的尾巴慢慢被拉长，变宽，最后长出了尾鳍。到了大约4000万年前，龙王鲸登场了。这里还有一个著名的乌龙，当年的古生物学家第一次挖到它，看到一具长达18米、蜿蜒如蛇的骨架，当场认定这是一种巨大的海生爬行动物，于是给它起名叫帝王蜥蜴。后来才发现搞错了，这货是货真价实的鲸，可名字已经叫出去了，改不掉。龙王鲸最让我觉得好笑的地方还在后面，它的身体已经长到18米，可屁股后面还挂着一对只有10几厘米长的小腿。那对腿完全不可能用来走路，用来划水也基本等于0。科学家研究了很久，最后提出了一个让人有点脸红的假设，那对小脚可能是交配的时候用来固定对方的。一双曾经用来征服大地的腿，最后转行成了情趣用品。这大概是演化史上最彻底的一次职业转型。随着时间推移，这批重返海洋的哺乳动物分成了2派，一派决定改吃小的，吃软的，把牙齿换成滤网，变成温温柔柔的须鲸；另一派完美继承了祖先的凶残血统，把牙齿磨得更尖，成为齿鲸。而这个分歧直接带出了地球历史上最有分量的一场对决。红方选手是已经统治海洋几千万年的老牌家族的最新代表巨齿鲨，它不需要太多介绍，你就把大白鲨放大3倍，体长可以接近18米，体重几十吨，它的牙齿最大能到10几厘米，边缘带着细密的锯齿，跟切牛排的刀一模一样。它的咬合力估算出来是一个荒唐的数字，足以轻松咬穿一头鲸的胸腔。这是纯粹的暴力美学。蓝方选手是哺乳动物阵营派出的新人，利维坦鲸，也叫梅尔维尔鲸，它是抹香鲸的亲戚。
可你千万别拿今天那种性格温和、专门去深海抓鱿鱼的抹香鲸去想象它。今天的抹香鲸只有下颌长牙，利维坦鲸上下都是牙，而且每一颗可以长到36厘米。为了让你有个直观概念，你可以去厨房拿起一根擀面杖，没错，它嘴里插了满满2排擀面杖。如果说巨齿鲨是2片巨大的切割刀，那利维坦鲸就是一台4面插满钢钉的碎骨机。这场牙齿对牙齿的战争打了好几百万年，整片海洋到处都是被咬碎的骨头，可最后的结局非常出人意料，那个拥有最强咬合力的巨齿鲨灭绝了，而利维坦鲸的亲戚们活了下来，一直活到今天。为什么？答案不在牙齿上，在温度计上。大约300多万年前，地球开始进入冰期，海水温度往下掉，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2种截然不同的生理构造决定了胜负。巨齿鲨很可能是一种区域内温性动物，它能把体温维持在略高于环境的水平，但这个能力有上限，非常依赖周围的水温。当海水变冷，它就像一辆停在雪地里过夜的超级跑车，马力惊人，可你打不着火，于是它被困死在赤道附近那一小圈温水里。而它的猎物呢，那些体型较小的鲸类，为了躲开它，也为了追逐冷水里更丰富的食物，反而进化出了去极地生活的能力。它们是彻头彻尾的恒温动物，厚厚一层脂肪包在身体外面，体内烧着一炉稳定的代谢之火。它们是全天候的越野车，极速比不上跑车，可冰天雪地里照样能开。当巨齿鲨被困在温水区，眼睁睁看着食物游向2极的时候，鲸群正在极地边缘慢慢享受一顿又一顿的海鲜自助餐。这一次赢的不是力量，赢的是恒温。不过哺乳动物真正的杀手锏还不是体温，是脑子。今天海洋里真正的霸主，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是虎鲸。它其实是海豚科的成员，体型远远比不上巨齿鲨，可它拥有一样让所有史前怪兽都无法理解的东西：团队。虎鲸是海里的狼群，甚至更像特种部队。它们有复杂的发声系统，不同族群有不同的口音，还有代代相传的猎杀技巧。它们面对大白鲨的时候，绝对不会硬碰硬。它们非常清楚地知道，鲨鱼身上有一个生理漏洞，只要把鲨鱼翻个身，肚皮朝上，它就会进入一种叫强直静止的状态，整条鱼像被点了穴，一动不动。于是虎鲸会互相配合，把大白鲨顶翻过来，然后它们做一件非常有针对性的事，精准地咬开腹部，只取走肝脏，因为那是鲨鱼身上油脂含量最高、能量密度最大的部分，其余的它们不要。这些年在南非海岸真的发生过这种事，被冲上岸的大白鲨尸体，肝脏被干净利落地掏空。这已经不叫捕猎了，这叫外科手术。除了智商，齿鲸这一只还点亮了另一项技术：声音。今天的抹香鲸脑袋前面那个巨大的方形结构，里面装的不是脑子，是一整套发声和聚焦系统。它可以发出一连串像机关枪一样的咔嗒声，再用这套结构把杂乱的声音聚成一束，直接打出去。而这一招不只是用来看路的，抹香鲸的咔嗒声在水下可以达到230分贝的量级。这里要提醒你一句，水下的 dB 和空气里的 dB 用的是不同的参考基准，2个数字不能直接换算，但即使换算过来，那也是生物界目前已知最响的声音，没有之一。所以有科学家提出过一个想起来就头皮发麻的假说：当抹香鲸在1000米深的黑暗里对着一只大王乌贼全力发射的时候，那可能不只是一次探测，那可能是一发声波炮，强烈的压力波足以在瞬间震晕对方的神经系统，然后抹香鲸只要慢慢游过去，把那个已经不会动的东西吞下去就行了。这也解释了一件事，抹香鲸的下巴其实很细，上颌的牙几乎已经退化到没有功能，
他根本不需要像邓氏鱼那样去撕咬。他是一个法师，他用声音杀人。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这场军备竞赛已经卷到头了，物理攻击卷到了锯齿鲨，声波攻击卷到了抹香鲸，智商卷到了虎鲸。可在几千米深的黑暗里，还有一场更隐蔽、更阴湿的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那里的居民早就看明白了，在力量和声音这两条赛道上，他们永远赢不了。于是他们换了一条路，不追求更强，也不追求更大，而是追求更毒、更黏、更让人反胃。第一个出场的是我吃饭时最不想聊到的生物——盲鳗。你如果在海鲜市场看到它，你只会觉得那是一条已经放弃了人生的烂乎乎的粉红色香蕉。它没有上下颌，眼睛退化到只剩皮下的2个感光点，看上去楚楚可怜。它靠腐肉过活，所以你会觉得这种东西谁都能欺负。错了，请你千万不要去惹它，因为它拥有这个星球上最令人不适的防御武器。它身体两侧整整齐齐排着上百个线孔，当它感到威胁，比如被一条鲨鱼咬住的时候，会在几毫秒之内把储存在体内的一种蛋白质高速喷出来。你注意，是几毫秒，比你眨一下眼睛还快。接下来发生的事是一个物理学奇迹，那些极其微小的丝状蛋白一碰到海水就会瞬间解开、伸展，在不到一眨眼的时间里，体积膨胀上万倍。你可以想象往一杯清水里滴一滴东西，然后这一整杯水在1秒之内变成了半凝固的胶体，而且它喷出来的不是普通粘液，那是一种极细的蛋白纤维，按重量算，强度接近甚至超过某些人造的高强度纤维。一条咬住它的鲨鱼会在1秒钟内发现自己嘴里塞满了胶。更要命的是，鲨鱼的鳃全被糊住了。那一刻，原本杀气腾腾的猎手会立刻松口，疯狂甩头，拼命想把那团东西弄出去。如果处理不及时，它自己会窒息。而盲鳗呢，会非常从容地把自己打一个结，然后让这个结从头到尾划一遍，把身上的粘液刮干净，然后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慢慢游走。这套材料现在是材料学界的宠儿，有不少实验室在研究怎么复制它的配方，用来做超轻的防护装备。如果说盲鳗是靠恶心取胜的流氓，那下一位就是一个动作优雅、冷静的可怕的刺客。你一定在海滩上捡过贝壳，有些贝壳表面有非常精致的几何花纹，像一件手工艺品，你会忍不住想带回家摆在书架上。我劝你先看清楚，如果那个壳是圆锥形的，花纹像一张织出来的网，那你刚才听到的海浪声很可能是他替你放的送别曲。它叫玉螺，是珊瑚礁和深水里的绝命毒师。它行动极慢，慢到你根本不会把它跟猎手联系起来。一只蜗牛怎么可能抓到鱼？这正是它最高明的地方。它藏着一件终极武器，一根根身体连着的鱼叉。它的齿舌已经进化成一根中空的管子，前端尖锐，功能上跟医院用的皮下注射针头一模一样。当有小鱼好奇地游过来，它会以肉眼几乎跟不上的速度把这根针弹射出去。可真正精彩的不是这根针，是针里注射出去的东西。那是一杯极其复杂的生化鸡尾酒。玉螺的毒液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由上百种不同的神经毒素混合而成。科学家把它们统称为玉螺毒素。这不是一次投毒，这是一场在分子层面精心策划的行动。有的毒素专门切断你的痛觉信号，让你完全感觉不到危险；有的毒素让你的肌肉彻底放松，让你连挣扎都做不到。而其中有一种最阴险，有些种类的玉螺会释放一种特殊版本的胰岛素。没错，就是糖尿病人用来降血糖的那个胰岛素。玉螺把它做成了武器。这种胰岛素能在极短时间里让附近鱼群的血糖崩到接近于0，那些鱼会瞬间陷入低血糖休克，浑身发软，脑子一片空白，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晕在原地，整个过程安静的像一场全身麻醉，然后玉螺才慢条斯理地伸出口气，把它吞下去。最讽刺的地方在结尾，这种专门为杀戮而进化出来的毒素，如今被人类拆开、改造，做成了一种镇痛药。它的止痛效果在特定情况下远远强过吗啡，而且不会让人上瘾。我们从一个冷血杀手身上偷到了一味解药。顺带一提，同样在这片沙地下面还藏着一位更有耐心的选手——博比特虫。它可以把2-3米长的身体全部埋进沙里，只露出几根触须和一对像剪刀一样的口器。它可以在沙里一动不动地潜伏很久很久，只为等一条鱼游过头顶。这种耐心，用毛骨悚然来形容都嫌客气。不过这场持续了4亿年的军备竞赛，最后的赢家可能既不是牙，也不是毒，更不是脑子。我们一路讲下来，讲了眼睛的发明，讲了恐惧的诞生，讲了下巴的错位，讲了大脑的觉醒。所有生物都在拼命加装备、加算力、加马力，而有一种东西从头到尾一个键都没按过——水母。水母大概觉得我们这些人全都疯了。它已经在这颗星球上漂了6亿年以上，它亲眼见过5次生物大灭绝。它看着奇虾称霸，然后消失；看着恐龙崛起，然后烟消云散；看着巨齿鲨横行，然后被一场降温耗死。而它自己从头到尾几乎没变过。它没有大脑，没有心脏，没有骨头，没有血液，它就是一袋水加几根带刺细胞的触手。它把自己简化到了极致。正因为简单，它不需要养一个昂贵的大脑，不需要维持体温，不需要备一身装甲。它吃得少，长得快，繁殖得多。而且它的家族里还藏着一个真正开挂的成员——灯塔水母。这种只有指甲盖大小的小东西，一旦遇到环境恶化，或者自己身受重伤，它不会死。它会启动一个类似系统重装的程序，把全身的细胞进行转分化，把自己的生命状态推回到幼体阶段，然后重新长一遍。这是目前生物学界已知的唯一一种理论上的不死。当那些不可一世的霸主因为一点环境变化就纷纷倒下的时候，一个连脑子都没有的小东西握着长生的密码，你杀不死我，我只要退回去重来一次就行。而这件事最冷的地方在于现在，人类活动让海洋环境日益恶化，过度捕捞让鱼的数量急剧下降，海水在变暖，含氧量在下降，珊瑚在白化，而水母反而迎来了它有史以来最鼎盛的时代。当那些复杂、精密、高成本的生命一个接一个倒下的时候，水母正在悄悄接管整片海洋。这是一场躺平者的终极胜利。讲到这里，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这场持续了4亿年的军备竞赛并没有结束，因为一个全新的玩家已经正式入场了。这个玩家没有尖牙，没有利爪，没有硬壳，也没有毒腺，他游泳的速度慢到可笑，在冷水里泡上10几分钟就会失温，潜到30米就得靠设备才能活着回来。可他偏偏能把盲漫的粘液纤维研究明白，织出来穿在自己身上。他偏偏能把玉螺的毒素抽出来装进针管，用来给自己止痛。他偏偏能把水母整只捞上岸，切成丝，做成一盘凉拌菜。他拥有一样比任何毒液、任何咬合力都恐怖得多的武器。那个武器就是你现在正在用的这个东西。我说的就是此刻拿着手机坐在沙发上的你，还有你那80亿个同类。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做，你不用备氧气瓶，不用潜到水下，你只需要把刚才那趟旅程在脑子里回放一遍。你看着奇虾用那圈古怪的环形嘴把三叶虫碾成浆，你看着邓氏鱼轻描淡写地把一条鱼切成2半，你看着苍龙把菊石的壳一片一片撬开，你看着巨齿鲨被困在温水里，眼睁睁看着食物游向极地，最后活活饿死。你把这一整条时间线都看完了，然后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句：
站在这条线终点的是谁？你可能觉得自己只是个普通的打工人，每天为了房租和一个永远做不完的报表烦恼。唯一的超能力是在早高峰的地铁上，不扶扶手也能站稳。可在生物学的赛道上，你是一个中了彩票的终极赢家。请你认真想一想，在这颗星球46亿年的历史里，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一点点差错，你就不存在。哪怕只是你某一位祖先在离开泥坑的时候慢了 0.1 秒，哪怕只是他在二叠纪那锅毒汤里少吸了一口气，哪怕只是他在小行星砸下来那天没能及时找到一个能钻进去的洞，你会变成岩层里的一道黑色污渍，等着未来某种更聪明的生物把你挖出来慢慢研究。所以今天还活着的每一个物种，全都是经历过无数次大屠杀之后剩下的那一小撮。我们是这4亿年战争的幸存者，同时也是那批最冷血的杀戮者的后裔。这两件事其实是同一件事。不信的话，我们来做一次简单的身体考古。你现在再摸一次自己的下巴，让它张开，让它合上，做个咬的动作。这个动作是4亿年前一条甲胄鱼为了多吸氧气改装腮弓留给你的遗产。你每一次咀嚼，每一次说话，都是在向那条把呼吸器官变成武器的鱼致以敬意。然后你再摸一下自己的耳朵，你耳朵最深处那3块小骨头，让你能听见交响乐。它们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在几亿年前，其中2块是爬行动物下颌上强壮的关节骨和方骨。后来我们的祖先为了容纳更大的脑子，重新改造了头骨的结构。这2块骨头被挤出了下颌，钻进耳朵里，变成了一套极其精密的声波放大器，把家那扇厚重的铁门拆下来，回炉重铸，最后打磨成了一根绣花针。所以你的身体本身就是一座活着的战争博物馆。你身上每一块骨头，每一条神经，都是为了应对某种死亡威胁的应急方案。这个事实逼着我们去面对一个残酷的结论：没有痛苦，就没有进化。我们总是怀念那个掠食者还没出现的世界，觉得埃迪卡拉季那种大家一起躺平，谁也不吃谁的日子，才是真正的伊甸园。可请你诚实地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地球一直那么和平，生命会变成什么样？生命会一直是那一滩躺在海底，慢慢吸收养分的果冻。它不会长出眼睛，因为它没必要看见任何东西。它也不会长出大脑。正是因为有掠食者带来的巨大压力，细胞才被迫进化出大脑，被迫爬上陆地。恐惧是进化的燃料，而死亡是创新最强的催化剂。谢谢奇虾那圈丑陋的环形嘴，谢谢邓氏鱼那2片会自我打磨的骨刃，是他们把一群单细胞的软泥一步一步逼成了今天的我们。可这个故事的结尾有一个非常黑的转折，我们赢了，而且赢得非常彻底。我们站上了食物链的最顶端。可当我们回过头去看那片曾经把祖先吓得屁滚尿流的海洋时，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不是怪物，我们看到的是空，是漂浮着的塑料，是正在白化的珊瑚，是一网一网被拖空的海床。现在海里最大的那个东西已经不是什么未知的超级怪兽了，是我们自己。一艘现代化的拖网渔船，一网下去就能带走相当于一整个族群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场全新的大灭绝事件。只有81张永远填不满的嘴和无数只想要更多的手。这是一个黑到不能再黑的黑色幽默。我们躲过了无数次死神，到头来自己变成了死神。不过我不想用这么冷的一句话结束今天的旅程，因为我依然是个乐观主义者。下一次你去海边的时候，等到人少的傍晚，看着夕阳把整片海面染成橘红，请你闭上眼睛，非常仔细地去听。那不是风的声音，那是无数甲壳猛烈碰撞的回响，那是无数次生死关头的逃亡，那是一场持续了4亿年，极其血腥，极其残酷，但壮阔到无以复加的战争。
而那个声音之所以还能传到你耳朵里，只有一个原因，你活下来了，你就是这场浩瀚战争里最新也最不可思议的那个冠军。